既然很多人喜欢我破解为什么里奥哈喜欢用美国橡木桶的难题，那么今天呢，我再破解另外一个难题，就是为什么经常在南非葡萄酒里面能够闻到这个轮胎味。I hope so. Thank you very much, guys. 好嘞，打到了南半球，南非开普敦。我们现在在一个叫做 Idiom 的一个酒庄，这边的风景呢实在是太美了，就在斯特伦博士的南边，然后下面呢就是 Falls Bay， 你可能看不清楚，里面是有海的。We'll take a shorter version of our eco safari, driving through between the vineyards and the natural felt, and I will show you what we can see.哎呀，昨天真的很累了，睡得可沉。第二天我们要去沃克湾。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产区呢，叫做 Hemel and Ardde， 它是沃克湾、沃克贝的一个自产区，应该算是南非最凉爽的一个区域。所以这个地方种的最多的是黑比诺以及霞多丽，这两个品种呢占整个产区的60%左右。霞多丽的我感觉非常的有新鲜感，有很浓的这种海盐、那种海风的口感，但喝起来呢挺咸的。然后这边的黑比诺呢，主体呢相对来说比较轻一点的，我觉得经常能喝出一点点这种铁锈味，还有一点点这种香料的味道，这种新香料，甚至有点白胡椒对我来说，总之呢，我觉得是在新世界里面偏向优雅性的加多利和黑比诺产区的，有机会一定要尝一尝 Hemel and Ardde。今晚上呢，我们要去一个酒庄叫做 Lanzarote， 在斯特伦博斯。我就是在他们那边学到了为什么南非葡萄酒经常会有这个轮胎味。走。好像是2018年我来南非的时候呢，我参加了一个斯特伦博斯的一个 tasting， 然后当时呢，我问了所有的庄主、花酿主是为什么他们的酒经常会出现轮胎味，他们给我的答案呢，很多是让我很不满意的。比如说有人说，这个是葡萄品种特性，就是皮诺塔基这个品种特有的香气。但是我发现南非的其他品种有时候也会出现这个味道，比如说遮瑕珠，比如他们的希拉等等。所以我觉得是一个不成立。有人说是因为葡萄酒的发酵温度太高，但是我在想，很多的国家，比如说法国，哪怕我们中国，也经常会有一些温度过高的发酵，但是呢，也没有出现这个味道。然后还有人说是因为他们用的是野生酵母，但是一样的，很多国家都会用野生酵母来发酵葡萄酒，也不会出现这个烧焦的香气。最后呢，就是现在我在的这个酒庄 Lanzarote 的一个工作人员就跟我说一个我觉得非常靠谱的说法。首先，你知道那个Lanzarote酒庄呢，对这个皮诺塔基呢是非常有研究的。哦。
等一下，有点吵了。Can I have one? Of course. Thank you. 所以，老师还有的人跟我说，他们就是曾经做过一个实验，他们就发现他们的葡萄园里面的木桩，就是我给你们看后面的葡萄园，就是呢这些木条，以前呢是用的这上面涂一层防腐剂，这个防腐剂呢中文好像叫做石榴油吧，英文叫做 creosote。那么这个防腐剂呢是石油提炼出来的，而他们就专门用了这些木桩附近的葡萄以及离木桩比较远的葡萄来做2款酒。他们发现呢，木桩附近的葡萄这个烧焦，这个石油的味道呢非常的浓，而离这个木桩远的就没有那个味道，或者会淡很多。所以那时候呢，我觉得这个说法挺有意思的。然后那天晚上呢，我回到了另外一个酒庄的展位上，因为那个酒庄呢，我凭他们家2款酒，有一款呢，而且这2款酒呢都是同一块田、同一个葡萄品种、同一个酿造工艺，但是有一个呢是有很浓的这个烧焦的味道，一个是没有。然后我就问他了，我先跟他说，这个朗佐华人的这个解释。然后我就问他，为什么你的这款酒呢，就是同一块田，居然有一罐是没有那个味道？然后那个人的突然眼睛呢，感觉是恍然大悟一样的，他就跟我说：“你别说，我们中间呢还真的换过这些木桩，换成那个铝做的那种。”这个解释我觉得靠谱，你呢？